今天我们又久违的要来拍 vlog 啦！我这一次是去 Digimon 的展览，大家跟着我一起走吧。那因为这一次展览的位置呢，距离我家比较远一点啊，所以我是乘坐了摩托车，然后去到了车站，跟我姐姐会面之后，我们才去到目的地，所以那个路途会比较遥远一点。我只是搭车的部分那边都花了差不多1个小时半的时间了，如果中间没有停下来的话。但是没有办法，这种大型的展览之类的全部都是会在首都那边举行嘛，那我这边住的地方不是首都，所以只能这样子啦。不过这些都是可以接受的，毕竟是自己的童年回忆嘛。那时候我看数码宝贝呢，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至少20多年前的事情了，而且是第一代的。相信有很多90后的观众们都跟我一样，在以前放学的时候都会去看这个数码宝贝。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已经有那个周边的概念了，以前还有什么他们的贴纸啊，他们的玩具啊，又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周边之类的。这个是我的姐姐，就连她这个完全不看动漫的人都想要来这个展览来参观。那当然我们去之前呢，也是吃了一些早餐啊，来到了这个咖啡厅，吃了一些蛋挞，吃了一些面包，喝了一些饮料，然后我们才去展览。在进入门口的时候，就看到一个亚古兽在跟我们招手了。这个就是太一的数码宝贝，还有他们的数码机。当然，我们在进入门口的时候，工作人员有给我们一张纸，然后这个纸呢是必须要我们去到每一个停顿点的时候，需要拿那个印章盖上去，就要填满9个之后，我们就可以去兑换那一天展览的海报。然后他们还有放了这个编年史，就是整个数码宝贝他们从第一代到后面最新的一代是经历了多久的时间。当然这边还有换一些画面啊，但是他们讲不能拍摄，所以我就没有把那个画面给放出来了，而且也是有版权啊。当时看到那个编年史我就觉得很陌生，因为我只是看第一代跟第2代还有电影版而已。那这里就是我盖章的部分了，但是我这个镜头调整的好像不是很好，应该要往上一点没有看到我怎样盖那个印章下去，压了一个亚古兽。去了这个第一个部分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去下一个部分，就是看他们的原稿，还有他们怎样去制作这些动画的，还有动画里面出现了什么场景。他有放那个电话亭在这边，这个电话亭是在他们剧情中有打电话回去的，但是那个电话亭是有很多个，不是只有一个而已，当然是不能触碰的啦。这里可以看到他们绘制的原稿，还有他们从比较小的形态幼年期到成长期到完全体的时候是怎样进化，怎样去设计的。刚拍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也是没有意识到我那个镜头太低，而且有点歪啊，所以这边就直接给大家看一下照片嘛。除了放上主角团的数码宝贝之外，这里还是有放了一些坏人团的。不过这边多数的坏人呢都是被控制的，就是讲他们本来是好人，但是因为黑色齿轮控制了他们，就变成他们变坏人了。然后另外一幅墙呢，就是有出现到大 boss 啊，或者是一些真的是坏人的坏人，他们的原稿设计图。再来就是这边要盖上第2个印章啦，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数码宝贝加布兽。我的冰箱上还有它的那个冰箱贴我很喜欢这一只数码宝贝。这里也是放上他们设计的原稿，那可以看到他们从原本精灵蛋出生的时候是怎样的，他们精灵蛋是怎样设计，他们在一开始住的那个洋馆是怎样的，然后他们这个剧情呢，就是他们坐着那个床去到其他的不同地区，后面他们又怎样聚在一起见面了这个剧情在我脑海里面是很有印象的。在下一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光子郎的电脑，他就是用那个电脑来查看这个数码宝贝他们的能力怎么样。在下一个部分就是每一个人用的不同徽章，它不同的徽章代表着不同的意思，要他们去理解领悟才可以超进化。
剩下的一些其他画面呢，就是场景的画面，还有一些其他的数码宝贝在前面没有出现过的他们的设计原稿，还有出现这个很潮的猴子我已经忘记它叫什么名字了。再来一方面就是因为我小时候看的全部都是广东话版本了，所以叫我一时间讲他们中文名字呢可能是讲不出的，而且那时候年纪还很小啊，现在都已经不记得了，我都已经忘记这一只猫叫什么名字了但是这边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冷知识，可能大家都不记得，那就是这一只猫其实它现在的形态呢是完全体，就是说你不要看它身体这么小只，其实它是已经完全体了因为那时候我看到比较多的人都以为它这个是成长期那这边画面上就出现到了巫师兽的陨落啦，这个画面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呢，就是巫师兽他牺牲了自己。这里还有出现一些原稿，就是他们家的设计是怎样去画的，那时候出现了太一的妹妹，在右手边就放上了两人的布景，但是我在第一季好像没有什么印象出现到这个画面哦，我只记得我看过他们的剧场版是讲他们小的时候的。接下来还有其他的主角，然后还有出现到大 boss 他的绘制图、他的洋馆设计图之类的。接下来盖第4个印章啦，第3个印章录制的画面不知道跑哪里去啊所以现在我就录制了甲虫兽的印章。接下来一个部分呢，就讲他们是怎样去打死这个最大的 boss 啊，我已经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然后右手边电视机上面的画面呢，是讲他们超进化的那个画面啊，这个也是不能公开的。接下来下一个场景呢，就是他们之前剧场版有出现到的画面，我印象中是剧场版出现了，我有看他们比较小时候的剧场版，就是太一跟他妹妹是怎样遇到数码宝贝的。那其他的画面呢，就是我那天拍摄到比较清楚一点的照片吧，大家可以看一下设计的原稿啊，他们的人物是怎样设计的，就连城市的设计这里也是有放出来他们的位置在哪里。听说他那个城市的位置好像是跟着日本他们的城市布景来1比1还原的，这个就不确定是不是真的，因为我看过有一些其他数码宝贝的粉丝有去日本当地拍照打卡。到这里场景的时候是数码宝贝比较后期的画面了吧，他们那个剧情这些我都没有什么印象了太后面的内容了已经不太记得。这个是剧场版里面出现到的一些原画，主角团他们的数码宝贝幼年期，这个也是在剧情里面有出现到，好像是他们打到虚脱了，然后就变成全部都是幼年期了。这里全部都是他们超进化的设计，是觉得超帅的，小时候看的时候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要盖第6个印章了，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第6个印章是跳过了这一格然后跳到下一格去他那个布置有点怪怪的，如果没有注意到的一些粉丝，他盖上在左手边那个格子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兑换带海报了吧，所以这个去盖章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要小心一点啊，不要盖错位置。这些全部都是原画的部分呢，这个到很后期了，就是他们要超进化去打败一些敌人的时候。这些就是主角团他们的人物设计啊，还有一些坏人的设计啊，你们可以稍微看一下。但是这个是可爱版本的，我印象中是这个小丑控制了他们呢，所以他有那个布偶。接下来这个部分我觉得给你们看照片会比较好，因为其实我是有录到画面了，但是这边会比较详细一点，你们可以看到他们那个剧情是怎样去编排的，就是一个格子一个格子把他们想要还原出来的动画全部都设计出来，先画出来。我个人是蛮喜欢这个部分的，可以看到他们是怎样去制作这个动画的。这个场景相信大多数数码宝贝的粉丝都记得，就是他们在道别的时候，这个场景是真的很泪目，美美的帽子一飞起来，主题曲一响起，大家都泪奔了。那其实这边的画面有出现2个，那你们可以看到左手边是数码宝贝，那右手边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荧幕是拍主角团的，就是他们数码宝贝在跟主角团道别，然后中间就是美美的帽子可以过去跟他拍照。
来到了展览最后的一个场景呢，就是有放其他数码宝贝不同的技术，就有分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啦。但是因为这一次的展览主要是讲第一季的内容啊，所以之后那些东西呢就放的比较少一点。而且我在前面就有讲过了，我印象中看比较多的内容就是第一季跟第二季而已，剩下的一些第三、第四全部我都没有看。然后剧场版有一些有看，有一些没有看，所以就变成说我对于这些其他的剧情呢就没有这么印象深刻，比较模糊。右手边那个剧场版我是有看过的，这里还放上了一个很大的奥米加兽，可以跟它拍照。还有放上了不同的技术，他们出现的那个数码机，还有他们的剧本啊，他们的小说啊，全部都有展览出来。还有这个成长之后的3部曲，我不确定有多少人看过啊，因为我只是看过第一个版本而已。这些就是其他版本的数码宝贝，但是我都没有看过，我只是看过第一跟第二代而已。因为我看到之后的剧情呢，好像都没有这么好看了，比较起小时候，也有可能是因为我长大了，所以不太喜欢看后面出现的剧情了。而且画风也是有一些改变啊，我比较喜欢小时候的画风，会比较漂亮一点。尤其是第3代之后啊，就完全没有看了，连第3代的主角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了。像第1代、第2代的时候，小时候还有一些 CD 啊可以拿来看啊，父母都会买。但是到了第3代之后，已经上小学，差不多要到中学的那个时期，就没有什么时间了，毕竟课业也比较多一点了嘛，所以就没有什么看到了。而且在那个时期已经开始有了网络，就是你有智能手机可以上网了，就比较少去看数码宝贝，因为你有更加多的选择，就慢慢的把这些童年的回忆、童年的动画、漫画全部都慢慢给淡忘了，看其他的动画、漫画。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他们有展示出所有的模型了。那其实这边不是只有第1代啊，有出现到第2代的数码宝贝啊，但是真的是超帅啊，好想去买，但是实力不允许，这些全部都是钱啊，要给钱啊，你才可以拥有它们。我比较喜欢是左手边那个加鲁鲁兽，但是这里的机械暴龙兽也不错，也是超帅的。还有卖他们的周边呢，有卖数码机。当然，我不是只是看而已，我也是买了一些童年再回来。这里后面就要给大家看我买了什么东西了，给大家展示一下我那一天去展览的时候拿到了什么东西，还有买了什么东西。这个就是进门口的时候抽到的，但是我喜欢的不是这一只。那比较搞笑的就是呢，到了最后我买盲盒就是抽东西的时候也是一样拿到了同一只数码宝贝，就是我不喜欢但是无所谓啦，这个也是挺可爱的。 OK， 这个是第一个部分。再来下一个部分呢，就是有买了那个亚克力。这个亚克力我是买这个钢铁加鲁鲁兽，这个真的是超帅，还没有拼起来，因为我买那个货架还没有到，它拼起来之后是长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它会立起来啊，然后我后面有一个它的技能释放的时候可以看到的一些特效之类的，教你怎么组装。接下来盖印章的纸，那印章盖好了之后可以拿到它那一天的海报，但是那个海报很丑，我不打算开起来我要把它永久埋藏在我的架子里面。还有这个就是我买他们的产品，然后有买了100块就会给1张，我总共是拿到了4张，就是凑齐了所有的 postcard。你要买超过400块才会有全部，而且这个据说是马来西亚限定的，而且其他地方都已经把它派完了，就是刚好我去的那个展览还没有派完，所以我就拿到了所有的。这个我很满意，很帅，很好看耶。天使兽、钢铁加鲁鲁兽、战斗暴龙兽，这个也是很帅耶。那这个天女兽，就是这几只打赢了后面的 boss 哦。当然这2个后面是因为他们结合在一起嘛，变成那个奥米加兽才打赢的。这个我很喜欢的，我要把它贴在我的墙上面，等之后吧，有空的时候再弄。还有去了蜡笔小新的购买厅，买到了那个蜡笔小新的一些盲盒，还有它的亚克力也是买了一些，但是这个不是重点，接下来就没有了。还有2个模型，最贵就是这2个了为什么可以买到400块，就是因为这2个了。那它总共是有4种啦，我只是买2个版本而已。还有另外一个是
八打兽，另外一个叫什么迪鲁兽吗？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它这边日文是写迪鲁兽啦。然后鸭骨兽跟这个加布兽我都买了，给大家看一下，它只是盒子大而已，实际上它的模型没有很大个。这个就是鸭骨兽，然后它后面会有一个立着的柱子，给大家可以站起来，但实际上很小个而已啊。你们可以看到，比较我的手相差多远，就这么小个而已。你看它盒子这么大个。诶，好像1比1也差不多，就是跟它盒子展示出来的那个接近吧，没有到1比1啊，差不多了。那接下来就是这个加布兽，这个我在那一天去完展览之后有开啦，但加布兽这个比较好笑一点，就是他把他的耳朵给分开了，因为他耳朵太长了，如果不把它分开的话，它进盒子的时候会压到，会压断去。那也是一样，它这边会有一个立柱，可以把它给立起来。这个是完整，好像差不多接近吧。就盒子的这个会比较大个一点。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好像140多马币，如果没记错的话，一只。然后剩下的是其他东西，买下来它的亚克力都要80，所以也不便宜。这些都是童年债了，我觉得满意了。之后要摆放出来。小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购买的周边，如今都可以购买了，但是我们也长大了。就像 Digimon Last Evolution 剧场版里面所演到的画面的样子，大家都已经长大了，都已经上大学，步入社会，数码宝贝已经不在我们的日常里面了。但是我很庆幸我的童年充斥了数码宝贝、神奇宝贝这些优质的动画，很多课堂上都没有办法去学习到的东西，友情、成长、勇敢、羁绊，而不是像现在小孩子所看的那些动画这样子毫无意义。你们是不是也是被召唤的小朋友呢？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你们最喜欢的主角是哪一位，你们最喜欢的数码宝贝是哪一只。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这个是那一天去完展览之后吃的拉面，如果你是半夜看我这个影片的话，你就完蛋了。